回来了。今天纪念日买了你爱吃的。老婆，辛苦了。莫欢，你疯了，想谋杀亲夫啊！剑无尘。剑无尘，我遗忘了10年的名字。我是昆仑虚剑道奇才，正道魁首。而他，我10年的妻子，3个孩子的母亲，是魔道至尊莫清欢。我追杀了他300年。我老婆怎么样？她疼不疼？他给我当了10年老婆，生了3个娃。妖女，纳命来！你这伪君子，还有脸先动手！这10年你对我做的一切，今日我必100倍奉还。我对你做了什么？分明是你这妖女蛊惑我！妈妈会打爸爸。哇，我们家遭贼了吗？是不是超人来过啦？爸，你又跟妈吵架，把墙打穿了，这次比较严重，建议先解决隔壁的民事纠纷，再讨论你们的离婚财产分割问题。爸爸，这张卷子被风刮到隔壁王叔叔家了，你看我考了62分，比上次多2分。剑无尘，今天先到此为止。妖女，算你识相。先管好你的种，老大像你，少年老成，惹人讨厌；老二随我，活泼可爱。放屁！老大那是沉稳内秀，老二那叫无法无天，一看就是遗传了你的魔头基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，这10年到底算什么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你我恩怨不死不休，这点不变。但孩子们无辜，剑玄瑶瑶、剑安体内流着你我的血，一半仙一半魔，古往今来从未有过。再过几年，他们的力量彻底觉醒，你的正道同门会把他们绑上除魔台，我的魔道旧党会把他们炼成魔器。所以，第一，对外我们依旧是剑尘和莫欢；第二，对内分房睡，共同抚养，教他们掌控力量；第三，等孩子长大成人，你我再清算。到时候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私听尊便。好，但我有条件，不许用魔功伤害凡人，所有教育方式必须经我同意。管好你的剑气，别动不动外放。还有，今天换墙的钱你出。为什么是我？我怀胎10月生了3个，你觉得呢？行，但是下个月家里出去吃饭的钱从你那份里扣。成交。书房清静，适合参悟剑道，以后我就睡那边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以前某人一到晚上就非要抱着我才能睡着，冬天还抢我被子。妖女，休得胡言，那是凡人干的，不是我剑无实。哦，那是谁？你不就是你？身份证上都写着呢。那不一样，那是我失忆状态下。失忆就能不算数？那你怎么不去跟银行说失忆了，房贷不用还？你强词夺理，恼羞成怒了。晚安，祝今晚在书房悟出什么了不得的剑道。这妖女，失忆时这副德行，恢复记忆了，还是这副德行。而我堂堂昆仑剑仙，为什么每次被她一句话就激得像个20岁的愣头青？那10年，那些事，到底算不算数？她大概也没睡着吧。剑无尘，你这冲的什么玩意儿？水温高了3度，奶粉多了0.5克，你想烫死我儿子，还是想噎死他？你用手摸一下就能测出温度？我用的是神识，不是手。300年的魔尊，这点感知力还是有的。那0.5克你是怎么量出来的？不用量，看一眼就知道，
这颜色不对。你狠！看见没？儿子认我。他只是暂时被你迷惑了。儿子，你想不想学点不一样的东西？比如飞天遁地、长生不老。爸，你小说看多了吧？根据智能更式，人体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，需要消耗的能量是……闭嘴！听你爸说。御剑术的入门，御物。你们是魔法师吗？不，我们是神仙。准确的说，你爸是神仙，你妈是魔王。所以，我不是人类，我是神魔之子。可以这么理解。爸妈，那我们家还用还房贷吗？这小子脑回路到底怎么长的？瑶瑶啊，你想不想学一种很厉害的魔法？是像艾莎公主那样可以变出冰雪城堡的魔法吗？差不多。不过妈妈教你的更厉害，你可以变出黑色的城堡，还有骷髅士兵。听起来好吓人，我不要，我想学跳舞。丽丽跳舞可好看了，像小天鹅。堂堂魔尊去教跳天鹅舞，我只会跳血姬舞。跳舞有什么好的？学魔法，学会了你可以让所有欺负你的小男生都跪下给你唱征服。可我不想让他们唱征服，我想让他们请我吃冰淇淋。瑶瑶，爸爸教你一套仙女变身舞，你看，你做这个动作，心里想着小花。哇，好神奇！爸爸你好厉害，比妈妈厉害。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这位老师说瑶瑶上课不专心，在草稿树上画小人，说要请家长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聊了聊，我告诉他，瑶瑶画的不是普通小人儿，那叫魔神降世图。你看这线条，这构图，充满了后现代解界主义的张力。这叫艺术，这他妈的就是你魔道图腾的简笔画吧？王老师不信，还说我溺爱孩子，我就只好稍稍运用了一点以理服人的技巧。你怎么以理服人的？我用摄魂魔音跟他深入交流了一下人生哲学。你疯了，他只是个凡人。放心，我控制了力道，最多就是让他回忆了一下炒股亏钱、老公出轨、孩子不听话的悲惨人生，哭一场就好了，说不定明天就辞职去追寻真正的自我。我这是在渡他。妈妈你好厉害，王老师从来没夸过我，你一来说他就哭了，你是不是把他感动了？那是当然，你妈我啊，最擅长感动别人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是我们管教无方，您别生气，您说怎么解决都行，怎么解决赔偿。这就是你说的不伤害无辜凡人，你差点把人弄疯。我没伤害他，我只是帮他宣泄了一下情绪。你看他哭完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说不定明天就辞职去追寻真正的自我了。我这是在渡他。把魔功说成渡人，也就你莫清欢干得得出。再有下次，协议作废。行啊，协议作废，正好。我也不想跟你这个伪君子过了。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离了，剑玄归你，瑶瑶和建安归我。你站住！把瑶瑶和建安交给他，不出3年，一个会成为撼动世界的小魔女，另一个能用哭声发动音波攻击。这个世界还要不要了？怎么，舍不得？没有下次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下周要开亲子运动会，你参加还是我参加？你去。我不去。我堂堂魔尊去跟一群凡人玩跳绳，传出去我还要不要面子了？我乃正道剑仙，我更要面子。你去。你去。爸爸，你和妈妈在用眼神交流吗？好浪漫哦。加油哦，孩儿
他爸。第一个项目，爸爸要跑快点，小胖他爸是体育老师，我们不能输。爸爸，你怎么不动？他们跑好远了。爸爸，你行不行啊？瑶瑶，跟上！耶，我们是第1名。剑无尘，你真是个天才！明天头条就是中年男子为赢亲子比赛，当场克星胜绩。最后一个项目，亲子投篮。天哪，这人比库里还准！剑无尘，你是来参加运动会，还是来跟我宣战的？意外，纯属意外。爸爸，你今天太帅了，我们班同学都说要认你当干爹。还有，我在跳舞比赛上也拿了第1名。跳舞？你参加了跳舞比赛？对呀，妈妈教我的那个仙女变身舞，我在台上变出了好多花花和蝴蝶，评委老师都看呆了，他们还问我是不是学了魔术。那套幻术，你把它用在跳舞比赛上了？对呀，爸爸教的仙女变身舞，加上妈妈之前教的魔法手势，我把它们编在一起了。丽丽说我的舞蹈比电视上的还好看。他倒挺会结合，这点随你，脑子灵活。难得啊！剑仙大人居然夸我了。我夸的是女儿，不是你。女儿跟我学的，幻术是我教的，魔法手势是跟我的，那是你硬教的。那也算我教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又在用眼神说话了吗？走快点呀，我还要回去给哥哥看奖状呢。他把幻术用在了跳舞上，我把剑意用在了绑腿跑上。我们俩做的事儿其实也差不多。难怪他们是我们的孩子，仙的那部分是我的，魔的那部分是他的。但那些又仙又魔却活蹦乱跳，会在台上变花，会在操场上拼第1名的东西，是他们自己的。今天我要表演的是仙女变身舞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王母娘娘快显灵！瑶瑶爸爸，瑶瑶妈妈，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聊聊瑶瑶的才艺表演，很精彩，真的太精彩了。所以我想请教一下，那些特效，就是那些飞来飞去的蝴蝶、小鸟，还有最后的烟花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是带了什么投影设备吗？不是设备，是我变出来的。爸爸教的仙女变身舞，加上妈妈的魔法手势，我把它们编在一起了。太好了！区里下个月有个幼儿才艺大赛，瑶瑶的天赋太好了，我希望她代表我们幼儿园参赛。当然，需要你们家长配合，主要是技术方面。他说技术方面，我莫秦欢的魔功，到他嘴里成了技术方面。所以妹妹在幼儿园放了场幻术秀，现在要被当成儿童魔术师拉去区里比赛。我不是魔术师，我是仙女。你是半个魔，那也是仙女的魔。仙女的魔，你教的？你女儿自己发明的。比赛可以参加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正式跟妈妈学怎么控制力量，不是学新的魔法，是学怎么把魔法藏好。为什么要藏好？大家都喜欢看呀。因为厉害的人要学会假装不厉害，这样关键时候才能吓死对手。他教女儿的第1条人生法则，居然不是魔功招式，而是藏装。这妖女，有些时候说的话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好，我学。以后我上台变一半留一半。这才是我女儿。
仙人餐风饮露。我在检验辟谷理论的可行性，结论是不可行，至少对我这个年龄不可行。从明天开始正常进食。合理。那我回去睡了，晚安。听说昨晚有人半夜偷吃冰箱，不是偷吃，是实证研究。你教的正统修仙法，辟谷好像不太行啊。他只是还没掌握正确教领。正确教领就是饿肚子。你那昆仑心法是给成年人用的，他才10岁，身体里还有一半我的血，你让他辟什么谷？魔道讲究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所以才要从小打根基。按你那套来，迟早走火入魔。我那套怎么了？我修了300年，也没见走火入魔。你那是命硬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继续，我觉吃饱了，但这道糖醋排骨太酸。妈，你在给我做夜宵？你爸不是不让你吃夜宵吗？但你做了。这个味道跟以前的不一样，怎么这么好吃？魔气拌面，用魔气把面里的杂质萃取了，不会影响味道，也不会影响你那宝贵的仙体。我和你爸商量过了，以后你修炼他的心法，吃饭吃我这一套，仙魔双修。妈，你不只会舞刀弄杖哦，你会做饭，还会这个魔气拌面。这什么？做多了不吃扔掉。这是苍梧之渊的气息。300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蹲在溪边，用魔气煮了一碗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面。我没吃，他把面倒进溪水里，站起来走了。那碗面是这个味道，他记得，我也记得。乖乖，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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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开，你抱姿不对。弟弟的能力又觉醒了，好吵，比上次运动会还厉害。你还记不记得失忆的时候他是怎么睡着的？摇篮曲，你唱一首。我不会唱歌。你会的，你唱过。那个旧烧让闪光沾边。所以以后每次哄他都得来个仙魔2重唱。也不是不行，下次换你唱主调，我和声。你以前唱过这首歌吗？没有，第一次跟一个五音不全的剑仙合唱摇篮曲。下次夜里哭，你唱前半段，我接后半段。300年，我从来没想过仙气和魔气可以一起做这种事，哄孩子睡觉，而不是互相残杀。剑主管需要帮忙吗？我来帮你刷酱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剑主管，你平时周末都喜欢做什么呀？带孩子吗？带孩子。爸，我们来看你啦！妈妈说你团建肯定吃不好，来给你送好吃的。老公，孩子们想你了，正好路过，过来看看。剑主管，这是您太太？对，我是她爱人。你是我们建成的同事吧？她平时在公司多亏你们照顾了。妈今天涂口红了。对，妈妈出门前换了好几件衣服呢。建主管，你这深藏不露啊！你老婆这气质，这气场，以前是模特吧？要不就是演员。不是，她全职太太。你今天为什么要来？我只是怕你在凡人面前暴露身份。撒谎。对，是撒谎。
建玄爸爸，建玄这孩子特别沉稳，像个小大人。您能分享一下家庭教育经验吗？我们家主打一个夫妻和睦。我跟他妈妈10年来相敬如宾，从来没红过脸。比如每天早上，我都会早起给他做早饭。教育孩子的秘诀就是夫妻同心。在我们家，我说一，他爸爸从来不说二。比如每天早上，我还没起床，他已经把早饭端上桌了。爸，你在家长会上分享的经验跟实际情况偏差有点大。你们为何妈昨天还因为谁洗碗用传音吵了10分钟，墙上的洞补好才3天？妈妈也撒谎了，她说爸爸每天早上给她做早饭，明明是爸爸每天去楼下买油条。那个恩爱也是需要努力的。对，努力。今天说的那些，也不全是谎话。瑶瑶，你在哪里？瑶瑶，妈，从来不是因为你和哥哥还有弟弟。瑶瑶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笨蛋，还没学会怎么好好说话。那些药，你知道是我留的。魔气残留那么明显，我只是懒得拆穿。那你呢？那次替我挡追兵，别装不知道。白衣御剑，全天下就你一个。我只是不想你死在别人手里，要死也得死在我手上。剑无尘，谢谢你。爹爹，剑无尘，你儿子认不出你，他以为画像里那个是他爹，你是哪个送外卖的？他还没见过我巅峰期的样子而已。可你现在就长这样啊！你看他现在还在看画像，给你一个眼神了吗？爹爹，儿子凭直觉就知道他爹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建安，看这边，那个也是爸爸，这是现在的爸爸，叫爸爸。妈妈，300年的脸面被儿子踩脚底了，擦擦吧。你也真是跟一个1岁的孩子较劲，叫输了还蹲这儿不走了。他迟早会知道的，那个在画像里的剑仙和蹲在这里的笨蛋是同一个人，一个为了他甘愿当凡人的笨蛋。他刚才没有用嘲讽的语气说笨蛋。这衣服洗得又干净，又散发着栀子花的芳香。那个笨蛋，给他织了2个月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戴。剑仙大人终于想起自己除了剑气还会什么了吗？我在做纪念日晚餐。这是鱼，这是排骨，这是炭，织了拆，拆了织，花了2个月。颜色不太适合你，但我也找不到别的毛线了。下次别织了，手指都扎破了。那个纪念日晚餐还做吗？做，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都会做到。哥哥，爸爸妈妈又进厨房了。今天
是煮菜还是拆房子？根据历史数据，两者概率相等。你去把灭火器拿出来，我去把弟弟的耳塞戴好。你带儿子，我带女儿。半小时后交换。你过来一趟。剑玄说要参悟天道，瑶瑶和一群小孩完成了一片。建安把公园的鸽子全吓飞了，管理员在找我谈话。我用炼气术做的。你的剑气，妈妈的魔气各注入了一半，失败了很多次，这是唯一一对稳定的。我觉得可能跟比例有关，仙魔各一半，刚好互相制衡，不会炸。你们不是一直分房睡吗？带这个试试，也许能多聊几句，就当实验数据。我画的，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哥哥，这是弟弟，这个是我。我用了一整盒彩笔才画完，天没有塌下来，但我们也会手拉手。看，看。白色那条围巾呢？当年创牌祖师大概觉得剑仙不需要面对暖气片坏掉这种事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书房暖气坏了，这里通风，适合参悟剑意。外面零下5度，你参悟什么剑意需要用冻浆来辅助？寒冰剑意。别冻死了，孩子们还要爹。回主卧，打地铺也行，别在这里丢人。分房协议生效以来，第一次同屋过夜，中间隔了2米，和阳台那次一样远。但这次，他先开的口。我来。你去冲奶。乖。你刚才反应挺快。你也不慢。你被子太薄，明天把我的毛毯拿一条去盖。不用，够暖了。笨蛋，给你盖就是给你盖。那个人头发打发高，衬衫第3个漏子没系，咖啡是拿铁。他为什么站在我老婆旁边？
这个距离不到半臂，超过社交安全距离。妈妈，爸爸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草莓味。哦，这位是您先生？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不打扰了。刚才说的那些当我没说。那个人过来问路，顺便问了我能不能加个微信。我说我不玩微信。这年头，年轻人连问路都不会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冰淇淋要化了。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很难看，比300年前追杀他的时候还难看。追杀他的时候，我只是想赢。现在我在想什么？那个人只看到他的脸，不知道他炒菜放多少盐，不知道他半夜给瑶瑶盖被子的习惯，不知道他哄建安时会哼那首歌词全是刀光剑影的摇篮曲。那些细节都是我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刚才说凭什么？这300年里我从来没有说过凭什么。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说凭什么。凭什么这句话意味着我在争。我在争什么？我在争他。我打了老婆2个字。在他恢复记忆之前，我叫了他10年老婆。在他恢复记忆之后，我再也没叫过。但刚才在搜索框里，我下意识打了老婆。你今晚洗碗洗了1小时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在想剑玄那个炼气术的配方对不对？剑玄的炼气配方不在锅里。你今天从商场回来就不对劲，冰淇淋不合口味。草莓味儿，还可以。那你一直板着脸。下周你生日。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别约别人。你这是在吃醋。剑无尘，昆仑虚正道魁首，300年剑心通明，在吃醋。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那个人不靠谱。你要是在人海中随便被一个人搭讪，你毕竟还有3个孩子。所以你是担心孩子的妈被陌生人骗走？我不喜欢别人问你要微信。傻子，我不加微信，我只接你的电话。喂。下周我生日，你打算怎么过？先保密。这口气我憋了1个晚上，终于呼出去了。他说他只接我的电话，他没笑我，他只是认认真真说了一遍我知道的事。我喜欢他再说一遍。上次停电是去年，在左边第3个抽屉，我一共放了4只，有1只上次用了半截，还剩3只半，够遇到天亮。爸爸，那道闪电是不是渡劫？你和妈妈以前渡劫的时候也这么吓人吗？比这更吓人。反正也睡不着，我们来聊天吧，就聊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。根据我之前收集的家庭资料，爸妈的结婚证日期倒推，相识时间应该在11年前的公司团建。但根据你们刚才那个心虚的对视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11年前的团建，你爸穿了件白衬衫，所有人都去唱歌了，只有他蹲在阳台上喂一只流浪猫。你记得？记得，那只猫是灰色的，你蹲了好久，猫一直在试探，不敢靠近。最后他还是没过来。但你一直蹲着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妈妈，你走过去了吗？我走过去问他，你怎么不去唱歌？他说，我不太会唱歌，不太会跟人说话。当时觉得这个人挺笨的，跟一只猫耗了半天，猫都不理他，他还不走。后来你爸告诉我，他当时是因为看那只猫瘦得厉害，心里不舒服，非要等他过来吃东西。所以你们的第一次对话是在团建 KTV 的阳台上，
围绕一只猫展开的，好感度起源是共情能力。那时候我想，这个人大概不坏。哥哥，你看我画的这张，爸爸在喂猫，妈妈在后面看它。你这个比例不对，猫画太大了。他喂猫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。修好了。那我去睡了。你刚才哄建安的时候，他还挺听你的话。那是怕雷神停了。父亲择菜的手法，目测是无尘剑法的简化版，菜叶切口平整，基本没有损伤纤维。母亲的炒菜动作和上次一样，锅铲翻飞的弧度带着磨去残留，但火力控制比前几次好，应该是偷偷练过。闭嘴，记你的，别念出来。只是小伤口，你紧张什么？父亲在包扎时的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快了3倍，远超以往任何紧急事件的响应速度。结论：优先级别与情绪指数同时异常。小伤口，不用这么紧张。补充记录：父亲在情绪波动后炒菜忘记放油。苍梧之渊那次，你还记得吗？哪一次？我说我在东岸设了伏的那次。我骗你的。伏兵在西岸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本来打算去东岸，我飞到半路又折回西岸，去了西岸之后发现伏兵在那里，但我还是进去了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去？我想看看你会不会来真的。我来了真的。你差点死在西岸。差点，但你没杀我。你也没杀我。300年了，我一直想问你，那天你为什么折回西岸？因为我觉得你会在西岸。为什么？骗我的时候都会多说废话。那天你说的废话是东岸的芦苇很高，芦苇这种东西你从来不在意，你说它高就是假的。300年了，你从来没说过。你也没说。对不起，西岸那次伤得最重的是你的右肩。我知道你的右肩后来一直有旧伤，你从来没告诉别人，但我知道。我也对不起。那天我也差点打碎你的护心镜，你后来心动的毛病应该就是那时候留下的。炒菜的时候用。300年了，你送过我淬毒的暗器，刻诅咒的法器，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烫伤膏。以前那些不算礼物。我爸和我妈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火，水没有把火扑灭，火也没有把水烧干。今天我观察到一个重要数据，我妈切伤手指，我爸的反应速度比平时快3倍，但炒菜忘了放油。我妈说小伤口不要紧，我爸没有说话，但他一整个晚上都在看我妈的手。我想这就是老师说的细节描写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味道。剑无尘，
300年前有人说，你和我是天生的死敌。你说，这10年我们是演得不像死敌，还是根本不是死敌？死敌不会每天早上为了一杯豆浆谁来买用传音吵架，死敌也不会半夜3更被同一个孩子的哭声吵醒，同时往婴儿室跑。死敌更不会知道对方炒菜喜欢放多少盐，睡觉喜欢朝哪边侧。生气的时候是真的生气还是只是嘴硬，我全部知道。我知道你炒菜放2勺盐，睡觉朝右侧。生气的时候如果声音提高就是真的生气，如果沉默了就是在等我开口。我知道你早上起来先看建安，再去叫瑶瑶。我知道你喝咖啡不加糖，但喝茶要加1勺蜂蜜。我知道你每次撒谎都会多说一句废话，和300年前一样。300年来，你的每一个习惯都没变。你观察的还挺仔细。我有300年可以观察。剑无尘，你是我见过最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也是最会在半夜给发烧的女儿换毛巾的父亲。我不想再当死敌了，我想当你的妻子，不是协议里的，是真实的，像建安出生那天，你握着我的手的那种真实。我一直都是。剑无尘，我们浪费了300年。不算浪费，那300年让我知道，没有第二个人值得我追杀那么久，也没有第二个人值得我躲那么久。终于什么？终于不用再假装分房了。什么分房？没什么，走，去吃冰淇淋。你刚才说我睡觉朝右侧，那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睡书房地板觉得舒服？因为你睡觉也朝右侧，你的右肩300年前的旧伤不能朝左压太久，你自己可能都没发现。你观察的也挺仔细。我也有300年可以观察。金凤蝶，鳞齿目凤蝶科。爸。他终于认你了。爸爸在这儿，一直都是。哥哥你好啰嗦。走，回家做饭。今天我炒菜，你上次炒菜忘了放油，这次记得。那你记得放盐吗？ 2勺，我记得。